大家好，我是老莫。有朋友留言说自己的桃酥配方好像做出来不太好吃，今天就验证一下配方，顺便给他修改了一下配方。另外还要说一下咱们制作桃酥应该注意什么才能把它做得更好吃。改好的配方放在结尾。朋友的配方是20克蛋液加上100克白糖，然後20克水。这个朋友白糖的配量有點多，過於偏甜，所以不太好吃。咱們把前面3種東西呢要攪拌勻，拌勻之後加上120克色拉油。首先它這個油量有點偏多，和好的麵大家能夠清晰的看到它裡面油分特別多，這樣就不行。把這些攪拌勻之後，然後加上小蘇打。小蘇打它用的是2克，其實小蘇打咱們也可以不放，包括泡打粉都可以不用。咱們做出來的桃酥一樣可以非常酥脆。攪拌勻之後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咱們做好的這個狀態，咱們拿起來它能像這樣滴，而且會斷，這樣就 OK 的。但是它這個量呢就是有點偏多。接着咱們就加入麵粉，這個麵粉呢咱們可以用低筋粉，也可以用中筋粉，但是不要用高筋粉。加入之後，這裡大家需要注意了，咱們在攪拌的時候，很多朋友攪拌不勻，它裡面有那種乾的麵粉。桃酥做好以後，它裡面會夾雜那種乾粉，咱們吃起來那個口感呢就是生生的，肯定不好吃。所以這一步咱們不管用什麼樣的配方來做，這一步一定要避免裡面有乾粉塊，所以攪拌的時候要細緻一點，攪拌到沒有任何乾粉塊，咱們再來揉成塊。揉成這樣的團之後，大家可以看到咱們這個麵團呢表面特別的亮，這就說明它的油分太多。另外咱們加了油之後一定要搓一下，把它搓勻，這樣咱們在捏的時候它這個油就滲不出來。如果說不搓勻的話，咱們直接像這樣捏成團，它就很容易出油。麵和好之後，咱們搓桃酥就比較簡單了，咱們先把它搓圓，搓到沒有裂痕，然後直接按成這樣的小圓餅。做好之後直接放上烤盤，放烤盤的時候這個距離呢一定要分開一點，不然熟了之後它容易粘在一起。然後咱們在中間直接按一個窩，按的時候它下面有裂痕，這是很正常的。但是咱們按好之後，如果說裂得太深，就說明咱們這個麵和得不合格。它這個配方最大的缺點就是油量太大，而且搓的時候還容易裂。接着咱們來製作，先把烤箱預熱，上火200，下火170。預熱好之後直接放入桃酥，咱們還用同樣的火烤25分鐘。桃酥咱們就做好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裂痕呢還是比較大的，看上去呢不太好看，主要是因為油分太大，咱們在按的時候它裂得太多。它這個配方做出來的桃酥最大的缺點是裂痕太多，看上去樣子不太好看，口感上變化就不大，它的酥脆度還是可以的。另外有朋友說自己做的桃酥一烤就碎了，主要是因為咱們和的麵太硬，稍微缺一點水，咱們加一點水和麵稍微變得稀一點就 OK 了。總之咱們在做桃酥一定要注意好所有的配方比例一定要對，稍有不對它做出來的效果就跟別人的不一樣。就是說做桃酥配方是關鍵。接下來是咱們修改的配方，這裡是中筋粉250克，玉米油準備100克，常溫水準備30克，雞蛋準備30克，小蘇打準備1克，白糖準備80克，這個甜度大家都能接受。咱們的視頻就到這裡，再次感謝您的支持和觀看，咱們下期視頻再見。